你好，我是 Alex 阿力啊。最近这一周啊，都在忙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啊，所以没有时间跟大家出视频跟大家见面啊。但是呢，回顾这一周啊，行情呢也没有太大的发展，消息面也是很平静啊。目前呢，大家都是在等这个10月份啊即将出炉的几个重要的数据啊，比如说这个9月份的 CPI 的数据啊，等等等等啊。那么美联储2022年还有125个基点的这个加息的力度要加，市场上呢还是没有特别大的这种资金进场的迹象。那政治方面啊倒是发生了几件大事。那么我们今天视频第一部分就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这个政治经济大环境啊，以及对这个整个币圈的影响啊。第二部分分享一下美国 CFTC 期货委员会的委员 Christy Romero公开表示，即便以太坊已经升级成了 POS， 但仍然是商品而不是证券啊，这个非常的关键。第三部分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来聊一下最近被韩国啊这个满世界通缉的 Do Kwon 最近的一些骚操作，以此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镰刀们到底是怎么玩转这个游戏的。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那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的电报呢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进入这个今天视频第一部分。大家都知道，最近俄罗斯通往欧洲的这个天然气的管路啊被炸毁了，那到底是谁炸的呢？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呢，大家都不敢吭声。但是对于欧洲的这个居民来说啊，没有了来自于俄罗斯的这种廉价的天然气，欧洲人民这个冬天呢就很难熬，很难过了。网上的流传很多欧洲人民在疯狂的抢购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电热毯啊，确实是对于室内这个没有暖气的情况之下，电热毯呢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对于欧洲人这种神经大条的性格啊，这个电热毯一天24小时不关呢，也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到时候呢，势必会发生很多的火灾。面对这样的惨状啊，欧洲人民冬天上街闹事的概率呢，就可能会大大的增加。那欧洲各国的政府官员的压力呢也会增加。那为了释放这种压力呢，必然呢需要一个宣泄口啊。既然呢欧洲不敢打美国，不敢打中国，那结合起来干俄罗斯会不会？如果是因为电热毯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那电热毯的厂家呢要被载入史册了。那么重点来了啊，那一旦开战，不管是大规模的还是小规模的这种战争，什么才是硬通货呢？我们之前也推演过啊，目前携带黄金逃难呢是死路一条。去年美国撤军阿富汗导致的大量阿富汗的难民呢出逃啊，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一个新闻啊，一位女士呢将资金换成了比特币，成功的在欧洲套现，救了自己的全家的老小。古语有云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是对之前的这种军阀讲的。但是在现如今，大炮一响，比特币的需求呢就会上升，需求上升呢，价格就会跟着上涨。虽然我是非常的不希望有任何的战争发生，但是这个世界目前的局势呢就是这么的不乐观啊！除了美元，其他国家的货币呢都在贬值，大家呢还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这么下去呢，受苦呢还是普通的老百姓。政府呢不管怎么操作，还是有吃有喝有暖气，政府官员也不需要去前线打仗。但是呢，我们目前看到俄罗斯征兵这件事啊，能看得出来多少人呢为了避免去充当这个炮灰而逃离出国境。那么如果这些逃难的人把自己的法币呢换成了比特币，或许在别的国家呢还有一线的生机啊！希望这个世界和平。接下来我们看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啊 ，CFTC 美国期货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今天公开表示，即便以太坊已经升级成了 POS， 但是在 CFTC 和他的眼中，以太坊依然是一种商品。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When we look at Ethereum and all these other products, we are looking to see what is a commodity. CFTC has long taken the position that Ethereum is a commodity. The definition of commodity is very, very broad. So I continue to take the position that Ethereum is a commodity, even with proof of stake. 好，那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啊，如果说监管力度加大，或者是说美国的监管层
掺杂了这种政治的偏见啊，就是看以太坊不顺眼啊。因为这个以太坊的创始人维塔利克他是出生于俄罗斯的人，那美国政客呢，如果说干扰有关以太坊的监管的这种力度的话，那么以太坊的未来呢就会令人担忧。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得出来，美国 SEC 证监会将这个监管的皮球呢踢给了 CFTC 期货委员会，而目前CFTC 的这个期货的委员会啊，它就定调了以太坊呢，即便是升级成了 POS， 它依然是一种商品，而不是期货，也不是证券。那谁也没有办法按照证券法进行监管或者是起诉。对于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那么我们目前还是看不出来有最新的一些动态，只能说是密切关注这件事情。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部分讲一讲这个关于斗矿的事情啊。9月14号，根据韩媒《朝鲜日报》报道韩国检方对居住在新加坡的 Tyro 创始人斗矿发出有效期1年的逮捕令。预计呢，他将被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啊，这是当天的这个新闻啊。那么此外 ，Terraform Lab 的联合创始人 Nicholas Platiers 和员工韩某也包含其中。针对他们的主要指控呢是违反韩国的资本市场法啊。接下来的事情呢就很戏剧化了。新加坡警察部队呢发言人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说这个全道亨也就是斗矿，他已经不在新加坡境内了。警察部队呢将会根据新加坡国内法律和国际义务范围内呢协助韩国国家的警察署。那斗矿到底去了哪里呢？9月26号，根据彭博社报道韩国检方周一表示，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对 Terraform Labs 的联合创始人斗矿发出红色通缉令，他在韩国面临违反韩国资本市场条例的指控。那么人找不到，那么他们钱包里面的比特币呢倒是有了最新的动静根据 CoinDesk Korean 的报道，在韩国警方9月14号对斗矿发出逮捕令不久这个他们钱包里面的3313个比特币约合这个6000多万美元的比特币，突然呢被转移到2个韩国境外的加密交易所一个是在这个KuCoin， 一个是OKX。 那 CryptoQuant 的联合调查，那么其中呢1354枚转入 KuCoin 后呢被韩国检方冻结了，1959个被转移到 OKXOE 后无法追踪。检察官表示这个正在调查转移的情况，包括这些比特币用于洗钱隐藏或者逃跑的可能性。那么到这里这个斗矿的很多动作呢就很清晰明了了那么我们理一下先是这个发行 Luna 镰刀币进行割韭菜，那在被国际大空头这种投资机构看清楚之后Luna 被做空，一夜之间呢代币归零。但是呢人家早就将这种割到的大头呢换成了比特币随时就准备跑路了。那么在 Luna 币归零后再换个马甲变成了 Luna 2.0 继续割韭菜。那么前面 Luna 2.0 爆发的时候我还专门做了一期视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碰那么这才没过几天斗矿就被全世界通缉了。但是从整件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第一点呢就是镰刀们最喜欢的还是比特币那么就体现出来的这个比特币的价值了。那每个镰刀下刀之后呢都是将一手的垃圾币换成比特币，随时准备跑路。第二呢就是任何一个高喊梭哈了某个垃圾币的这种博主也好大 V 也好都是准备好镰刀了。那比如说前几天的这个 ETHW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ETHW 一定会归零一定会走这个 Luna 的这种道路。那第三呢就是平时大家呢多关注社区的讨论，多看少动平时不要激动不要乱 FOMO 就是说你手里面拿着 U 你不要怕买不到币天底下就没有拿钱买不到的东西不存在说不上车就是永别这件事情那么第四呢，我非常希望大陆出来的那几个镰刀呢得到相关的法律的制裁那么我们可以静静的期待一下。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对不频道。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